Hello， 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那在这次的旅行呢，即将带大家前去的是越南河内老城区的几个重要景点。那如果呢你也想要品尝更多的美食，了解越南的淡咖啡，还有呢去了解这座城市跟这个国家的故事的话嘛呢，就赶紧跟着这个镜头一起看下去吧。那第一个景点呢，要带大家去的是升龙皇城遗址。那这个皇城呢，源自于西元1010年的一次迁都。当时的李朝的开国皇帝李太祖，他在红河岸边的时候呢，看见了一条金龙从地底盘旋升天，因此呢，他认为这个地方呢是龙脉宝地，于是呢想要迁都至此，并且呢将这个区域命名为升龙。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升龙呢便作为了越南的政治以及文化的中心，历经的像是李朝、陈朝、黎朝等多个王朝，一直到了1802年阮朝迁都到了顺化为止哦。那如果你也想来参观这个地方的话嘛呢，强烈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把你的导航的位置呢设定在另外这个咖啡站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 Google Map 呢它的资讯其实还没有很好的更新，它会先帮你导航到另外一个大门，但那个门呢其实已经没有对外开放了，而且呢它跟实际上有提供服务的那个大门呢距离非常的远。我们当时呢真的是快要把这个园区绕了一大圈了，尤其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面呢，绕这么大一个园区真的是会走到死。那所以说呢，为了避免朋友们呢你也走错路呢，就赶紧把这个定位移动到这个咖啡厅吧。然后呢到这边之后，你会发现旁边有个停车场，那就是在那个停车场里面呢走进去，那边呢就是入口跟售标处了。那另外呢，再给大家一个 tips 呢，就是园区真的非常的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充足的水，然后还有防晒，因为里面是没有餐厅的，然后只有自动贩卖机，但那个自动贩卖机是只有提供越南文的服务而已。那回到正题呢，升龙皇城呢，绝对是河内市区里面一个必去的景点。园区呢很大，然后呢，而且有很多的越南当时的一些建筑，那隐隐约约会觉得跟中国的建筑有一点相似啊。尤其是呢这边的匾额呢，其实很多都是繁体字哦。那园区的一些建筑里面呢，会介绍非常多的越南的一些历史，还有一些文物的策展这样子。那让我们再继续回到刚刚讲到这个李太祖吧。那李太祖呢，算是被越南人高度尊崇的一个皇帝。那关于他的身世呢，有非常多种的说法。其中呢，在越南民间比较流传的说法呢，是他其实是没有父亲的，然后他的母亲是在梦中的时候跟神人交合，随后呢才生出了李太祖。那李太祖呢，自幼就被寺庙收养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呢说法呢，是中国的学者所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呢，其实李太祖是出生于中国的泉州，然后随后呢跟他的父亲到了越南经商，并且呢随后在六祖寺学习过一段时间。那无论是哪个版本呢，长大成人后的李太祖呢，开始入关为朝，随后呢，他平定了后黎朝的内乱，并且呢，在群臣的推举之下呢，取代了后黎朝的王帝，然后建立了李朝。那刚好呢，李朝的这个时间线是能够对应到中国的北宋的，所以说这样一个蛮特殊的称帝之旅呢，其实也和北宋的这个开国皇帝赵匡胤是有非常高的相似之处的。那在这其中的故事里面呢，其实也可以推测出一些事情。像是呢，有鉴于越南跟中国一些比较复杂的关系，于是呢，在越南民间呢，当然会普遍的更加认同李太祖呢，其实跟中国的背景呢是没有相关的。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李太祖有这个弑君夺权的背景嘛，于是呢，李太祖也就更加具有这个迁都的政治动机。那随后呢，他也透过这个升龙的故事呢，可以更加好的呢，把这个新的皇城推销给当时的子民们。那同时呢，也可以更好的背书他的一个统治合法性。那除了古迹的地方之外呢，在古城的下方呢，有些地方呢还有一些军事机构。那这个呢，其实和当初的越战呢是有息息相关的。因此呢，可以说这整个升龙皇城遗址呢，算是一个景点，让我们可以把大部分越南的历史呢有一个比较粗浅的认识的。
有一个地下室这跟我们刚刚走的地下室不同的，对不对？不同的。它会不会很深呢？对，这个好像还好。一直有人电话在响。Ngoài ra ở Đông Lưu, Nghệ An, có điện máy bay B52 bị đang bám theo trên đất đảo, ngược lên phía Bắc Việt Nam. Alo, báo cáo. 电话响了。这个有比较形塑出那个感觉。Alo。就会掉下去哦。掉不下去。对，他要把它填起来，不然我就穿越到刚刚下面了，然后就去接电话。走。那在古城的旁边呢，有河内非常少数的米其林餐厅，尤其呢是唯一一家以越南的家常菜为主题的米其林1星餐厅。那大家听到米其林餐厅呢，一定马上就会想到是那种超级贵的 fine dining 嘛。不过呢，这间真的很特别哦，它人均大概只要1000元以内就可以吃到它很完整的套餐了。而且我们当时呢，真的是2个人去吃呢，还发现哇，那个双人套餐真的是吃不下太多了。其实呢，我们在河内呢，很长时候呢，都会去吃的是河粉嘛，或是潜艇堡嘛，所以这家店呢，确实给我们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不过呢，我个人是觉得啊，如果呢大家在河内的时间其实停留的不长的话嘛呢，其实可以先跳过这个餐厅的，因为呢，其实在河内当地这些河粉美食呢，就真的已经是吃不完了，确实没有必要去多花一些钱来去这边吃啦。不过呢，如果你想要体验不一样的这个越南食物的话嘛，整体来说，我觉得它的品质呢，还是对得起它的价格的。哦，对了，因为它毕竟是米其林餐厅嘛，所以说如果大家要去吃的话嘛，那建议还是要先提前预约哦。那紧接着呢，就当我们把目光移动到老城区最知名的景点环建湖吧。环建湖的两侧呢，有非常多的咖啡厅，那其中呢，我也认为这是我在越南河内里面最喜欢的地方了。白天、傍晚、晚上，它都各有不同的风情。那如果说你是想要享受那种比较 chill 的那种 vibe 的话嘛，呢，很推荐大家呢，可以在这附近找一个比较可以看景的咖啡厅，坐着看书，然后欣赏湖景哦。那说到咖啡呢，不得不提的呢，就是越南的淡咖啡了。那越南的淡咖啡，它的制作方式呢，非常的特殊。它虽然说呢，看起来有一点点像是这种拿铁的感觉呢，但是呢，它其实使用的不是牛奶哦，它使用的是蛋黄。没错，它用的是蛋黄而不是蛋白哦。那具体的做法呢，它就是会把蛋黄跟炼乳打发，然后呢，最后再跟这个咖啡结合在一起。那喝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有比较浓郁的口感。那由于呢，越南的咖啡其实它的口感呢都是比较偏浓的，也比较苦一点，因此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就可以比较好的去中和这个黑咖啡的这个口味了。那我个人呢，算是真的蛮喜欢的。不过呢，有其提醒大家一下哦，越南的咖啡它本身的浓度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是不常喝咖啡的话嘛呢，可能要注意一下摄取量，不然呢，咖啡因如果过多的话嘛，很容易会产生心悸哦。那这边呢，推荐大家的是这间咖啡，那它其实就在环建湖的一进来这个路口的地方。那据说呢，它是淡咖啡的创始店啦，那推荐大家都可以来喝喝看哦。然后另外呢，我有朋友是推荐这个优格咖啡，那也是蛮特别的，大家真的可以来喝喝看。好，那毕竟呢，我们来到了环建湖这个区域嘛，当然就要跟大家讲讲环建湖的故事啦。那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李太祖呢，他建立了李朝，随后呢，李朝呢被陈朝所取代，而今天的主角呢，就是要讲这个崛起于陈朝末年的李历。陈朝末年的时候呢，明朝他就趁机南下，想要来占领越南，并且把它划入到明朝帝国的一个体系里面。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的时候呢，李历在1418年的时候呢，于清化省揭竿起义，发起了长达10年的这个抗明战争。
那他呢算是一个崛起于这个平民阶级的一个地方领袖吧。然后呢，随后团结的各方势力，最终呢成功将明朝逐出了越南，并且在1428年的时候呢，建立了黎朝，成为黎朝的开国皇帝。那在这个故事之中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充满色彩的一个传说，那就是呢，在黎利起义的初期的时候呢，其实战况十分的艰苦哦，算是屡战屡败那样的一个状况。不过呢，有一天呢，黎利在清化的一个山林中呢，发现了一个闪着神光的一个宝剑的剑柄。随后呢，他的将士呢又在溪流之中呢找到了这个剑身，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剑柄跟剑身呢发现是完美契合的，于是合并在了一起。众人相信呢，这就是所谓的天命之剑，那代表的是上天呢要带着他们呢驱赶明朝，然后重新复国。黎利呢有了这把剑之后呢，他就算是所向披靡，到处呢战无不胜。那这个神剑呢也就被命名为所谓的顺天剑，意即呢顺应天意，那也就象征呢他拥有了上天所授予的这个王权。那最终呢，就在这个顺天剑的协助之下呢，黎利势如破竹，最终真的击败了明朝，建立了黎朝。那在他成功击败明朝的军队之后呢，有一天他在还剑湖的时候呢，忽然间那个湖水翻搅，有一只巨大的神龟呢浮出水面。于是呢，他就对着黎利说：“皇上，你已经平定四方了，然后现在国泰民安了，神剑呢就应该顺归天命，然后呢，请把神剑呢交回。”那黎利呢非常的惊讶，于是呢就拔剑把这个剑呢交还给了神龟。于是呢，神龟呢就衔着这把剑呢潜入到了湖底，随后呢湖面呢就恢复了平静。自此之后呢，这个湖呢就被称之为还剑湖，以及呢叫还宝剑的湖。大家听到这边呢，是不是觉得哇，这个故事真的很神奇呢？原来还剑湖是真的跟还剑这件事情是有关系啊。那更特别的呢，其实在还剑湖湖中呢，有一个叫玉山寺的地方呢，这里呢还展示了可能被誉为是神龟的这个样本。那这个呢，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叫做斑鳖，它可以活的寿命呢非常的长。更可贵的是呢，它其实现在已经非常罕见，已经快要绝种了。目前已知的这个活着斑鳖呢，只剩下了全世界只有3只而已哦。所以说，大家如果到了还剑湖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斑鳖的标本哦。好，那让我们回到这个黎利的故事呢，其实是真的非常有趣的巧合哦。黎利呢，他是崛起于平民阶级嘛，然后力抗了明朝，而对应的明朝当时的开国皇帝呢，朱元璋，他其实也是崛起于平民阶级，并且呢带着百姓反抗异族的统治。只能说呢，中国跟越南呢，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脉络下面呢，确实算是有惊人的这个相似之处。那我们先不论这个神龟是否真的存在，顺天剑的出现呢，或者说顺天剑的故事呢，其实也是一个维护政权正当性的一个重要象征。那其实呢，不知道大家到这边会不会跟我一样，都会有种突然间呢，会想要把它跟金庸笔下的这个倚天剑有一点点，就是把它连接在一起，算是我觉得蛮有特色的一个巧合啦。好，那提到玉山寺呢，它的建制呢，其实跟中国的传统寺庙算是非常的像的。那里面主持的呢，包含了文昌帝君，还有关公关老爷。那我们跨了这个长桥之后呢，就会直通到了这个湖中的小岛。那我们不仅呢就可以好好的欣赏美景，还可以好好认识一下河内市区最知名的寺庙之一哦。Take a picture in my mind, world I've never known. Yeah, I know that it is mine. Not worried about the money, that's why I've been working. 那题外话呢，在还剑湖的湖中央呢，除了玉山寺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叫做龟塔的一个建筑。那不过呢，目前我的了解呢，好像是没有可以给观光客登岛或者说去接近去看这个龟塔的一个交通方式。那基本上大家就是只能够隔着湖相望而已了。那这个龟塔呢，它算是结合了一个欧洲跟越南的这个建筑，算是真的非常有特色。那因为它已经有些斑驳了嘛，所以说又加上它孤零零的注入于这个湖的中央，就有种独立于世的感觉，觉得真的蛮奇妙的。好，最后呢，再让我们把镜头呢转向到湖的旁边，还有一些老城区的美食吧。对了，晚上的还剑湖呢有很多的表演哦，推荐大家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吃完
饭的时候来这边散散步哦。好，那拉回正题，那首先想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这家冰店。大家进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它的装潢非常有特色，再来呢就是它的冰呢真的是很好吃，那一定要推荐大家要尝一个叫做控的口味，那真的是好吃到我一口气吃了2只。那再来呢，想要推荐大家几家我觉得蛮好吃的河粉。那说真的，我不是一个太会形容它到底有多好吃啦，就是跟我们在台湾吃的河粉完全不一样。然后呢，尤其推荐大家一定要加点油条哦，当那个油条吸满那个汤汁的时候，真的是超级赞的。你咬下去的那个汤汁呢，就会在你的嘴巴里面蹦开。话说，我觉得它的越南的油条跟台湾的油条，其实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算是比较偏口感扎实一点，没有那么的酥，但是他们在吸汤汁这件事情上面呢，算是蛮厉害的。所以说，越南的油条配上越南的河粉，真的是绝美。那除此之外呢，除了平常会吃的这种汤式的河粉之外呢，我觉得还可以尝尝看他们的鸡肉干河粉，真的是超级好吃，我觉得真的是大推啦。哦，对了，那毕竟我们今天来到了越南嘛，那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越南的春卷啦。那这边还从厂加印了越南的火锅，真的是超级好吃的。尤其那个番茄的汤底，哇！我在还没有真的煮任何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忍不住喝了好多口它的汤了。啊，这边呢就是推荐一家餐厅，然后呢这个餐厅好像叫 Lock Lake 吧，那真的是非常棒。那不过呢，一样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事先打电话去预约哦。那如果说呢你在越南当地也想要吃那种比较有一定水准的餐厅的话，我确实会觉得这家餐厅可能比刚刚前面介绍的那个米其林1星餐厅还要再更加值得来吃。那最后呢，还有2家酒吧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其中有一间呢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它就是有个叫做佛的调酒。对，这个佛呢其实就是越南语的河粉嘛，所以说真的呢，真的是非常的酷。那它的调酒除了很 fancy 之外，装潢也很酷之外呢，这个佛的调酒是真的很好喝。然后呢，带有一点点咸，然后还有一点点胡椒跟八角的味道，但是真的是完全不违和哦。建议大家真的可以来试试看。因为这间酒吧呢，是我们每天都去报到，每天都很想要去，但是刚好全部都客满的。所以说，如果大家呢有幸有机会进去的话嘛，那麻烦跟我们讲一下那间酒吧里面到底什么感觉，酒到底好不好喝，麻烦留言告诉我们，因为真的它实在太热门了。另外呢，大家来到河内市区还有一个不可错过的景点哦，那就是火车街。相比于曼谷的铁道市场呢，这个景点呢真的是在市中心里面，在交通上真的是方便不少，而且呢两侧还有蛮不错的咖啡厅。然后我觉得呢，真的是整体体验上面真的是蛮不错的，而且呢两侧的咖啡厅的这些店员呢还会提醒大家就是火车来的时间，然后还会管控一下现场的秩序，算是安全系数蛮高的，不太需要担心。之前呢，其实有网络上面有人分享说，如果说你没有在这些店家消费的话嘛，是不能进来这个火车街的。但是我个人的经验呢，则是完全没有遇到这个状况。即便呢，我那时候是站在店家门口等火车来的时候呢，店家甚至也没有主动拿那个菜单要我点餐。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你是没有想要来这边喝饮料或者来喝酒的话嘛，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来看看的。那另外呢，很多人呢都会在火车来前的时候呢，先去把这个啤酒的瓶盖呢放到这个铁轨上。那等到火车通过的时候呢，那个火车就会压过那个瓶盖嘛。那之后呢，如果你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瓶盖的话嘛呢，那就代表你接下来呢会很幸运。那如果说大家有来到这边的话嘛呢，不妨呢也可以来找找看属于你的那个幸运瓶盖吧。
那影片的最后呢，我想要带大家去的呢是河内市区的另外一个湖，一个更大的湖，是河内市区最大的湖，它叫做西湖。那很多的高级饭店呢，主要都是坐落在那个地方啦。那它离老城区呢是有一段距离的，不过那边的氛围一样是非常的好。那在湖的一旁呢，有一座寺庙，想要推荐给大家，是金莲寺。那它呢是在越南河内市里面呢最古老的寺庙之一的，整个氛围呢算是非常的紧密的。那其实这部影片呢有非常多的素材呢，其实都是我和之前 Google 的同事呢一起去越南出差的时候，那加上那时候很幸运，我们有朋友呢是来自于越南的，所以说让我整个旅程呢尝了不少的美食，然后也喝了不少的酒。说真的啦，能够和这群伙伴们一起出差是真的很开心的。那在影片上架的时候呢，我也离开了 Google 前去我的下一个旅程去冒险了。那透过这部影片呢，其实也算是纪念一起和 Google 的之前的伙伴们呢一起玩耍打拼，然后和朋友们一起旅行的一些经验啦。那因为大家都很害羞，所以说在这边我就不放上大家的合照了。不过呢，想要趁机来测试看看我这群朋友们，他们是不是真的有看我的影片。如果他没有看到，听到这边的话嘛呢，应该会觉得蛮感动的吧。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这次越南旅行的小片段啦。那接下来旅行冒险呢会转移到尼泊尔，会在那边介绍一系列超多超酷的旅游冒险跟体验哦，包含了搭一个 Ultra Light 的一个小飞机进入到了喜马拉雅山区里面，或者说去探索佛教的根源地，还有呢去体验尼泊尔1年1度的撒红节，都会在接下来的一些影片里面哦。那如果你也不想要错过接下来这些旅游精彩的冒险影片，就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然后我还有 IG 可以追踪哦。那更多的知识影片呢就在吉米的频道，就让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拜拜。